选择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六四塔罗说，我是六四。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爱情现实签，对，它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现况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所抽到的牌卡有哪一些有圣杯女王、宝剑2、钱币10的逆位，钱币7的逆位，还有隐士、节制逆位、愚人、钱币9逆位、审判逆位跟宝剑国王。好，那对应的星座呢有巨蟹、天秤、处女、金牛、射手还有水瓶。好，这几个星座能量供大家参考。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对方他是一个算做事是务实的但是行动力比较不足，他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思前顾后、瞻前顾后，就是想很多然后迟迟不敢行动，那就是很谨慎很谨慎。那他也是一个蛮能包容的算是一个蛮宽容的一个蛮大方的一个人，然后蛮能够理解他人的接纳那现在的他呢正处在犹豫不决，然后不知该怎么选择，有点纠结纠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在工作跟感情上，或者是选择对象上，他犹豫不决。那他的问题呢，应该是跟金钱上会有一些相关那可能他在物质上他会满足你，那但是他太着重在物质上的满足满足你，但是他没有去真正的去看到事情的真正的两个相处真正产生的问题是什么，他通常都是用物质金钱来解决。但是这个除了这样子之外，他并没有很积极的想要去处理，或者是他看的事情没有非常的全面，对，他总觉得可能金钱上可以处理的，他就用金钱来处理。那还有另外有可能就是家庭上的他也有可能会有就是家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去影响到他有一些的决定。所以他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他是感受到非常的不顺遂不顺利的，那又没有很积极的去处理，然后看的整个也不够全面性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点然后这个问题跟金钱跟家庭都有关系，那所以你们就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就是很慢，对，一直停留，没有一个进行下一个阶段就是一直停留在那，然后也一直产生两个人的一些对价值观各方面的一些隔阂那这边建议就是说，若是这一段感情都是双方都还
想要再继续的话那当然是希望对方呢能够好好的思考，对，好好的去探究这个问题点，然后真正的去改善，然后有的部分是需要在精神层面上的给予，对，不要忘了精神上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这边所以你们现在所处的是比较有就是格格不入，然后沟通不良、不协调，很多就是没有达到共识。那其实你也不想受这样的一个束缚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也非常的不舒服想要逃离，想要去探险，想要去走不一样的路有一些新的想法，不想一直在症结在你们两个的问题点上，对，你很想要自由，对，不受束缚，不再被这个问题给捆绑住。那你们两个都蛮算是爱自己比爱对方多，对自己会比较会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比较会忽略到对方的需求。相对的付出上面就比较少，比较少，尤其是在精神的层面上。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进一步，然后也不停摆，然后不知要怎么去下决定，对自我怀疑啦，缺乏自信啦，然后也无法原谅对方，就是觉得对方对你不够付出不够多。那甚至有一些已婚的，他可能也在面临离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边会建议这个看视频的你呢，能够更理性客观的去分析那这一段感情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那愿不愿意大家各退一步，或者是说为谁做一些调整改变，对，然后果断的去处理，因为你一直不去面对，不去说清楚，其实事情是没有解决的，那也会影响到你前进的步伐。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它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那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猫之灵那这边讲到就是宣告你的独立，对，这边可以看得出你是非常独立的人，你也喜欢独立你是一个独立性蛮强的人你不是一个很会依赖人的人。那此刻要告诉的就是你要宣告你是独立的然后你是被尊重的，然后不要忘记你的自我价值。那他这边是讲到各自生活互不干扰有这样的情形，目前你们的状态，那他要你信任你自己，你就勇敢去冒险，对，你有很多很想去做的事情，你就去吧。那你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机会，对，与其在那边等待抱怨或者是不知所措，那不如先放下，然后去往你想要你希望你有热情的事情去做。对，那另外一个呢，这边有一个热情，对，他这边要讲的是允许你的心与灵魂欢欣高歌，对，去寻找你有热情的事物，
去享受那个当下的每个片刻，对，尽情去享受那股热情。对，我相信这个热情是不管是针对人，新的事物，甚至是新的人，你都要燃起这个热情，那去享受，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可以提高你的振奋你的一些已经苦闷已久的心情。好，那我们再看到有一个爱他要强调的就是要爱你自己，爱自己的不完美。好，爱自己的不完美。那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这个不好那个不行，你要去发现你自己的优点。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最重要的，你是要爱你自己，尊重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对。然后呢，去接受一些阴暗面，人都会有阴暗面的，对，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好，那是不被看好的。但是你若是自己不能接受自己，那别人如何接受你呢？对，除了爱自己之外，你要爱生活，去体验生活，对，活出自己。你要去接受你的过去，你过去的所有经历，甚至未来的一切，你都要用最好的心态去爱它，好吗？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惊喜它的时间点是在新月，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新月的时间他说在那段新月的前后3天你会有意料之外、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事，有可能被告白，那有可能就是发展一段新的关系，或者此人此事就近在眼前，甚至已经出现了，已经在发生当中了。对，你可以留意一下好，那再来还有一个 wish 的希望你所希望的某个人正在进入你的生活，还要告诉你的你所喜欢的、你希望的那个人，他已经慢慢的走进你的生活、你的身边了好，那再来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咸池的这一张牌卡那我们这张牌卡呢，其实它又名叫桃花煞，它也是一个桃花星之一了它是比较偏重肉欲的桃花那对于异性呢比较不挑那然后比较风流一点，对，这边形容的是风流好色然后重物欲、情欲，然后感情会比较容易有产生困扰但是呢，有咸池星的部分呢，通常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缘不错的，那只是说精神上面比较容易孤单寂寞一些那尤其若有逢煞星或忌星的话，他感情会生变，容易生变所以要懂得节制一些情欲这方面的。那这个当然有可能说的是你，那若是不是你的话，那就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对象好，那这个是提醒的部分因为这个毕竟它是一个比较桃花它是一个桃花星。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还有一个是庭园的庭园的牌，他这边有提到的停留，我们讲的就是交流啦一些活动啊、集会啦在派对啦、社团啦、社交等等会出现这张牌。那当然这有可能是比如说你
即将遇到的好新恋情有可能会发生在活动当中，对，什么样的一个集会里面，刚好是一个社交活动、派对、社团等等中遇见的，遇见的。那这边还出现了一个女性淑女，这位女淑女，那有可能是讲你，你自身的女性特质啦，是很比较明显的。那或者你本身是男的，然后你即将遇到一个女性，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她的女性特质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有女人味，然后对，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凸显柔软身段的时刻，甚至也许你是女性，那你身边有一个很明显的重要，对你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女性，会出现，那她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有这样的一个人，这号人物。好，再来就是一个鹳鸟，那鹳鸟代表就是移动变化，所以你最近有可能有搬家、搬迁，或者是变换啊，工作职场上啦，甚至有出国旅行，就是有这样子变动，变动的一个能量在。那当然这边还代表有怀孕的机会，若是已经已婚的，那这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子怀孕的机会哦。好，那这边还有一个讲到，就是有人试图逼你去做出违背意愿的事情，对，这个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好，那另外一个呢是你是一个就是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充满爱的家庭跟一个情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是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很需要一个安全感，要有个家的感觉，这对你来讲是你等于说也是你的渴望啊。好，那最后我们这边看到了那个观音的神谕卡，它这边有提到一个起舞揭晓，观音那他这边有讲到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即将你会清楚的揭晓一件事情，这个事件的本貌呢将变得更清晰，你会将一件事情呢看清楚了很多很多的真相，更清晰的，你对这件事情更了解了，更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并且不同于以往的认知哦，可能你过去是认为是这样，可是你现在是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最近的直觉会即将发生的灵感都是准确的，所以你可以特别留意你最近的感觉、直觉、灵感、第六感，甚至你是怎么想的，你的灵感都非常的准确。那去调试、接受这个揭晓的事实，对，即将会有一件事情会真相大白。好，这就是第一组的所有的讯息。好，那我们就这是64的解牌若是你喜欢64的解牌呢，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好，选择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爱情现实签。好，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一个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哦。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二组所抽到的牌有哪些首先呢，我们看到了有愚人牌、圣杯3、正义的逆位、圣杯4逆位、权杖骑士逆位、宝剑皇后逆位、钱币骑士、月亮逆位、圣杯4、权杖4。对应的星座呢有水瓶、巨蟹、天秤、射手、
还有处女、双鱼以及牡羊。好，在这些牌卡里面呢，出现了3次的4，数字4哦。这个表示呢，你需要一些平衡、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哦。然后，平静、休息，那好好的把基础打稳、扎根，它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提示哦。好，那我们来看哦，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对方，那对方目前呢，他的一个状况他现在正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不管是新的旅程、新的机会、新的开始、新的冒险，想法也转变，那他有很多新的能量，而且很想试图去挑战，那他就是对未来是充满着新的希望。好，那最近的他呢，也跟朋友很多都在做聚会啦，庆祝啦，然后聚餐，然后比如说是参加很多朋友的生日 party，等等，这样的欢乐的气氛，很浓郁。对，他最近参加了不少这样子的一些活动聚会哦。那对于你们的感情出现的问题呢，应该会有一些就是感觉到付出不对等，换来的跟付出是不成正比的。感受不到有相同的这种付出，可能会觉得对方付出的不够，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不合理的一些要求，对，以至于就是让你对这段他会对这段感情，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那再来我们看就是，他也就是会很多的对这段感情也很倦怠了，会有一些很闷闷不乐，然后不开心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也提不起劲，对，那但是呢，他已经走出来了，对，他要重新的出发，重新的开始。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他是面对你们的感情是有点拖泥带水，就是拖拖拉拉的，没有勇敢的往前，然后没有进展，没有进度，然后似乎他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到底该怎么做，往哪边走，似乎还没找到一个很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接下来的你们之间的这样的感情。那你这边呢？你现在会比较会武装自己，过度的防卫，对，你会很怕，感觉到你受了伤，所以你整个是外表是很坚强的，对，实际上你的内心可能已经千疮百孔，已经重伤，但是你就是会武装自己，让别人让他看不出你是多么的难过，对，所以你们目前的关系是冷却的，对对，那甚至你还会有自我怀疑啦，那你很小心，对，
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对，所以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你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在处理，而且也在忍耐，因为你一直没有放弃，你还是没有放弃，对，那这个原因呢，你们的之间的原因还有包括一些真相，隐瞒的事实被发现了，或者是露出一些破绽，或者是某种关系被曝光了，真相大白了，让你发现你被骗了，有这样子的能量在哦。那这个能量是大家可以各自对应自己有的情况哦，当然不可能每一项都是对应到你个人啊哈。好，那我们再看哦，所以你当然也是现在你还没有走出来，你还是心情还是很在意的，很苦闷的，提不起劲的，然后对，还在沉潜的，对，一直在思考。那若是这边建议是说，若是这段感情你还想要就是还想继续的话，那就不要钻牛角尖，把自己放松释放下来，不要一直在紧绷的状态下，休息一下，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不敢讲说最后的结果，你们不见得说还会再有机会了，复合。那但是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可能你要做一个处理，而不是一直在那个情境当中走不出来。对，那你就没有办法再往下一个阶段前进。对，你可以自己在就是沉下心来去判断这个感情到底还值不值得继续。若是值得继续，那就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努力。那若是不值得，我觉得该放下也是必须的，你才能够再继续前进嘛。对，你不能因为这个人而耽误了你前进的脚步。对，也许后面还有更好的，那你就等于失去了很多更幸福的机会。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神谕卡还有一些补充的讯息给你哦。首先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天鹅之灵哦，它这个表示的就是深浅的时刻哦，它要你更深去理解、了解自己，甚至去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这样的一个举动，他到底在想什么。那不要以表象去判断，可能他要你就是真正沉下来去检讨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到底是对他的眼镜，他这中间过程你做对了什么，你做错了什么，对，那包括对方，你一定要这样子真正的去想清楚了之后呢，然后呢也不要忘记宽恕，对，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对，相互理解了之后，原来他会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对，那理解了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就很快就解开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误会产生。好，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章叫展现风情哦，他说将你欢欣快乐的能量散播给其他人，对，不要忘记了，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的不愉快让你提不起任何劲去做一些朋友，对，你还是有很多的亲情友情你不要忘记还是要把这个欢乐的能量带给别人，不要因为感情的不顺遂不开心而整个就断绝了跟朋友的联系，
那还有再来，他这边有一个就是宽恕的一个能量，饶恕。对，饶恕他人就是饶恕你自己，就是原谅了你自己，懂吗？了解你内心深处重要的事物哦，重新的认识自己的需求和期望。对，你要很了解你自己，对方甚至对方你也要去理解对方，然后进而去宽恕、原谅，你自己才有办法放下情绪各方面，你才能够恢复过来。那你内心有一种愧疚，你一直会觉得你是不值得得到这个幸福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不是这样子的，这边也一直以来，我都会认为感情是没有什么对错，就是适不适合，因为勉强来的感情，它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所以我觉得，即使你还是很在意，那可是对方跟你并没有同样的一个愿景的话，其实你就要去思考，还要不要再继续了。好，那再来恭喜哦，你接下来会有一个金发男子女子，遇见这样子一个发色，也许是外国人，但也有可能是他是染发，发色比较浅的，或是他本身发色就比较浅的，不管是男生女生，你都可以留意，在1个半月，也许你1个半月会遇见，那也许你已经遇见了。即将遇见都有可能，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那这个人他在你生命中是很重要的，扮演重要的角色，也许是伸出援手支持你的人，但也有可能是你展开新恋情的这个对象。那也代表什么？动人心弦的时刻到了，对，你的幸福要来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哦。好，再来就是有一个窗户，他讲的就是这个新的爱情冒险即将来临，你要做好准备哦。对，你即将有一个新的感情要进来了哦，你要做好准备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也有部分的人有可能是在复合。跟过去的情感复合都有，但是新的恋爱对象是机会是比较大的哦。好，这边还有一个破军破军这个紫微的牌卡哦。那他这边呢，所要讲到的有关感情的部分呢，这边大概跟讲一下哈。那通常破军的人他会比较开始就谈恋爱，他异性缘也不错，朋友也相当的多，然后个性会比较外向，然后喜欢求新求变，有说服力，然后很慷慨好客，然后很干脆的一个人，点子多，然后很新奇有创意，然后他也很能够接受一些新潮的观念，好奇心也非常重哦。所以破军他待人他都是掏心掏肺的，只要他喜欢，他可以不计一切的付出，对他的另一半也是如此哦。可是如果他不喜欢，他就不屑一顾。对，那由于破军他顾名思义是破嘛，所以他有破坏的意思，然后也会比较容易分离，然后最好呢，他这边会建议是最好是能够年龄比较长一点，35岁啦过后啦，思想比较成熟的时候呢，在谈论感情会比较适宜，比较稳定，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给破军的你。那也有可能，如果你觉得你不像是你破军，那这有可能是说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他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你可以对看看，若不是你不属于这样子破军的性格的话，那可能是对方。好，那我们还有看到的就是一个老鼠了那我们都知道老鼠就是比较没有人会喜欢老鼠嘛当然有可爱的啦有可爱的那种小老鼠，有人在养那种宠物那这边讲的老鼠就是比较人家不喜欢的，所以它代表就是比较有损失，有一些遗失失窃比较会扩散这种比较不好的不干净的像病毒这样子的代表。然后呢，所以呢你要注意近日应该会有一些损失损失，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损失了然后呢这边还有一张棺材棺材代表就是终结结束那也有代表隔离的意思啦隔离的意思。那对，那可能近日就是会有这样的损失，可能已经经历了，那也结束了不再会继续损失了。那还有看到一张是山代表就是有一些障碍、困境、瓶颈、考验这一些，还有甚至就是一些目标你的目标，远大的目标这等等所以结合起来就是你的一些损失已经损失的，或者是你遇到的障碍一项考验或一项目标呢已经完结了，要结束了所以这也是要恭喜你就是苦尽甘来，终于这些障碍啦损失啦都即将结束了好，那还有我们出现了一个蚂蚁，它这边讲的就是你是工作成就成功代表你是一个很努力，然后很辛勤很努力耕耘的人所以你当然可以近期你是可以得到长官的认可，然后事业是成功的，大家对你是非常的肯定的好，那再来还有一张鸟他说消息正在路上消息正在路上，我相信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最后呢我们这个观音的神谕卡呢来到了一个孔雀开屏好，他要跟你说的呢就是他说你的创造能力呢正迈向升华跟启发的一个新阶段，你的创造能量、创造力、你的意图还有你的决定，尤其是你的言语你的说话都将会更有力量你是有话语权的。那依循你内心真正的一个想法的，无论你正在考量哪些企划啦、计划啦或目标啦，不要担心是否还有什么细节没有展现出来的，或者是漏掉什么的，你要有自信跟随你的直觉去决定，然后要有耐心放下自我的恐惧跟怀疑，这样子就可以了，好吗？好，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第2组的所有讯息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呢就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拜拜。选择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我是64。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爱情现实签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好，我们先看一下第3组的抽到的牌卡有哪一些好，我们看到了有权杖10的逆位，钱币骑士，权杖6逆位，权杖8逆位，星星的逆位，还有钱币皇后，权杖王牌逆位，权杖国王逆位，宝剑4，还有圣杯7的逆位。好，那对应的星座呢有射手、处女、狮子、水瓶、摩羯、牡羊、
天秤、天蝎。好，这是星座对应的能量，供大家参考哦。好，那我们今天抽到的牌卡呢？哇，火象的能量非常的重哦。相信感情是非常的轰轰烈烈的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首先呢，我们先看对方哦。对方他是对于近期你们的感情呢，是感受到压力非常的大，非常的大，然后有疲于奔命的这样子的情形哦，他一直在做努力，但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就是还是问题是没有得到改善，没有得到改善哦。对，那他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做事很认真，很负责，相信他对感情也是一样的态度啊。那他并没有放弃，他并没有放弃。那主要你们的问题原因呢？他应该是一个蛮有名气的人，对，那很受大众的喜爱。那也因为他是一个蛮有名气，然后又得到很多人的宠爱，所以他有一些骄纵自大，那也会有一些自以为是。好，他的气焰还算是蛮盛的，有点过盛哦。对，再加上又是一个应该是火象的能量，火象星座，那通常都是很直接，那也可以讲说会有一些狂傲。好，那现在呢，你们应该是已经分手，好，或者是要往分手的方向去，然后或者是停滞不前，这个关系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呢，他已经有准备改变方向了，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啦，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那这边若是你们还想要再继续的话，这边给的建议就是说，可能对方要多关注一些美好的事物然后遗忘过去，寻找一些新的目标，新的希望，新的方向。那理想不要太过高，然后有一点自恋、自大，然后狂傲，这些可能都要改善、改变，他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了导致你们在相处上面产生了很大的一些分歧。那你的部分，其实你是一个还算宽容包容的人，然后也是一个属于稳定的人，稳定的人。那你也是一个一步一脚印的人，其实你也相信你给他也蛮多的机会啦，那你的现在的态度是你已经冷却了，甚至已经对这个感情不抱任何希望了，甚至你有想要主动离开，也许是你主动提出，甚至有结婚的人也会选择离婚，有离婚的这种情形。然后呢，那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算火象星座蛮强的啊，即使你不是火象星座，可能你在你的上升或者是你的月亮、金星等等哦，都有可能是属于比较火象星座的。那这个原因就是你也是一个比较会掌控的，喜欢掌控一切的人，性子也比较急，对，然后会有一些霸道、强权，就是有比较强势的一些，所以会造成一些压迫感，给人会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哦。对，所以其实你们两个都蛮有这样子的这种，对，就还蛮强势的哦。对，然后谁也不让谁，谁也不低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那现在你呢，等于休战了哈，就是有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把这件事情给冷却了哈，就是想再调整一下，好，调整自己的心情，也很想独处，所以也不想要想在这份关系再把它做一些厘清，哈，让它更清楚接下来的路。好，那有可能已经分手，那可能也想就真正的分了哈。那这边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冷静，然后正视问题。好，若是迷惘的话，那可以寻求一些朋友给你的建议哦。那你不要三心二意，对，不要三心二意，把他问题想清楚了，就做正确的判断。对，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够解决哦，别人是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意见的哦，只能期望你能够对这段关系能够看得更清楚，然后做正确的选择，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那个神谕卡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哦？首先我们看到了有松鼠之灵，好，他要你相信你自己，对，相信你是安全的，你是被保护的。那你已经拥有足够，也具备了该有的哦。其实你个人是物质是非常的丰收的哦，好，是不缺的。你是拥有很多的哈，你比一些人都还幸运。有时候不要只光看一个点哈，其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时候你拥有别人没有的，你却不自知哈，其实你已经拥有了非常的多。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是非常的幸运的。好，那我们再来看有一个给关系一个机会，给关系一个机会啊。他说为你的伴侣关系下功夫。对，这个机会也有可能是新的机会，对，也许你们结束了这段关系，想清楚了，那愿意结束了，那就可以给未来的新的机会，对，再做努力。那若是你想清楚，你觉得你还是想要怎么讲，就是还是想要继续这段关系的话，当然好，你必须也是要继续努力。对，它是有这样子一个讯息哦，也许是新的机会，也许是新的机会哦。好，那我们再看到有一个指导指南的一个讯息啦哈。他说你就是你自己的向导，对，你对自己要有信心，那花时间去了解你的想法跟需求，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需要这份感情吗？这份感情对你来讲是加分的还是扣分的？对，那何不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样子一个当下，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决定？对，要继续还是要分开？对，你是比任何人都还了解的那一切就取决于在你，对，一切就是取决在于主权在你。
好，那这边有一个决裂2个月哦，所以有可能你们已经分手了2个月，或者是近2个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可能已经在此时你们已经分手了。好，那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好，有这样的一个征兆，那也之前的也告一段落了。好，已经迈向真正的幸福。好，那接着呢，这边有一个牺牲。好，牺牲，那可能你认为在之前的感情里面呢，你一直扮演着牺牲的角色。好，那你后来也决定累了，想放下了，不想再这样子的委曲求全哦。那爱可能它伴随着牺牲，或多或少都要为对方付出。你有付出就一定会有牺牲，只是你觉得值不值得？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吗？那你自己评估一下，你愿意放弃吗？也许在感情上面你必须要舍弃你的工作，舍去掉你的一些人际关系等等。我是说假如那必须会舍弃一些你的时间等等。那你的学习，你的晋升的机会，这些等等，你愿不愿意放弃？你自己去评估。你愿不愿意做那个他的怎么讲？就是说他背后的这个推手，而不是在目前。对，那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想清楚的。好，接着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火星哦。那火星呢，它是这边有提到哦，若是火星在感情中火的能量很强哦，所以可能这个个性是比较急躁的。对，火星代表就是个性比较急躁，然后倔强，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如果一旦吵架了呢，就非要争个输赢才肯罢休啊。对，那不过这样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记恨。那对于感情的热情度是比较没办法持久，容易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婚姻生活里面常会有一些冲突啦状况发生。夫妻相处的时间会比较不长，对，属于那种就是很快速的进入热恋。对，那比较不是那种就是可能交往很久很久之类的那才确定关系这样子。所以呢最好能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这边建议是用柔软的态度来处理啦因为有时候两个个性上面都比较火爆一点比较急躁一点，所以往往会把这个怎么讲，就是彼此的感情呢，就会有时候在冲动上面或者是不服输上面讲了一些比较伤人的话而不自觉。这个可能都是要留意的。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是好消息要来了。对，这是一个喜讯，一个通知。那有可能是你的恋情新的邂逅，或者是一个很有关也许工作上、爱情上、感情上都会有机会来到一个好的消息好，再来就是幸运草，你看这样2个都是非常幸运的到来你是被守护的，你是被眷顾的，有幸福的事情即将到来，而且是意料之外的一个机会，而且是好的、幸运的、胜利的。好，那再来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讲的就是这是命中注定的。对，命中注定的。也许你们是前辈子的这些就是因果关系业力等等，不知道，就是你们还有再次相遇，这个都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缘分。
对，但是能不能走到最后呢？真的就是要去经营。那这边讲到的就是你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好，那你即将会有一个好的幸运的消息在等着你。对，也许是新的感情，新的恋情。好，那再来我们还看到这个硬币哦，他说金钱会找上你哦。哇，不管最近的投资或晋升、升迁、加薪，好，或者是你有一些理财啊，好，刚好会进账，好，就是在近期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再来就是桥哈，一座桥。他说你会成功的克服问题，对你所面对的问题，你是可以解决的，好，你是可以把它解决的很好的，对，会有很好的方法。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观音神谕卡呢，好，那给你什么样的讯息指引呢？好，那这个观音神谕卡它是吹奏响彻云霄的声乐哦。他说你的洞察力呢，让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价值跟灵性的天命。对，你是具有灵性的哦，灵感啦、直觉都蛮强的。那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好坏，有时候挑战反而会带给我们大量的成长和机会。对，不管这个挑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辛苦的还是很简单轻易的，但是它都会给你成长，从中得到一个解放，让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洞察力是一种选择，看清事物真实的本质，你需要从内心去看生活中的一些某件事，而不是只看它的表象而已。对，明辨真实，才能准确真实的去认知，才不会去看错、误解，对，然后一直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好的，好，那这就是第3组的所有讯息哦。若是喜欢64的解牌，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